老师也会紧张吗？专业。今天大家好啊，我也被搞紧张了。客家名称的由来是不是因为明清的户籍制度，当时的移民被登记为客籍？哎呦，这做事情比较开放，比较粗鲁一点。我们讲说粗鲁啦，不要低头，皇冠会掉。其实客家人是个很聪明的民族啊，因为他们是在不停的转变。其实呢，客家话呢，它要保护跟传承已经是很难实行的了。哦，已经是很难了。是很心寒的一个事情。这种情况下，好像不能称他们为华人吧？因为你是华人吗？I don't know。大家好，作为一个新客家人啊，客到马来西亚的新客家人，今天我们要采访一个正宗的客家人嘉亮，能不能跟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OK，Thank you 啊。所以呢，OK， 我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所以呢，我是姓黄啦，我姓黄，嘉亮，单人旁两个土那个嘉啊，一闪亮晶晶的亮。我呢是在苏丹伊德里斯教育大学就读这个中文教育系，然后呢，目前呢我是一位教师，我在振华二校。斯米兰州振华二校执教啊，然后呢也是很感谢今天呢，有幸被采访了啊，有幸被采访到这个关于客家的这个文化的一些基础的谈天了啊，聊天。我和大家来讲一讲啊，为什么我们会和嘉亮认识，而且我一定想要采访嘉亮呢，是因为我们去参加上一次客家文化博物馆的开幕，那馆长也有介绍啊，嘉亮是老师在这里实习，但是我看到你很认真的在那边打理，然后对着那个一些那个叫怎样讲，就是祖宗的这个有个台嘛，有个神台哈，我看你非常虔诚的，非常非常认真的在拜，我就觉得很不简单哦。第二个事情呢，你和雪梅姐用客家话对话的时候，你还会讲，其实哪里的客家话是这样讲，哪里的是那样讲，很不一样。我就觉得哇，他好懂哦，他真的应该在客家人里面，以我一点都不懂客家话的人来讲，一定是很懂的。所以我就非常非常想要采访你你是一个专家吗，嘉亮？本人的话，我是跟着我的父母啊，因为我父母两个都是客家人来的啊，所以呢他们就很常是说客家话，所以呢我自己是耳濡目染之下慢慢说慢慢学啊，可是没有到很厉害，没有到很强的地步。好，既然你是一个专家啊，我想啊，我先准备了5道题，我来先考考你啊，等一下你可以来考我，我看看你能不能答对啊。第一题啊，我来问你啊，客家人的父系祖先啊，全部是来自于北方汉族，占比超过90%，这个是对还是错呢？如果是北方话，确实这个到90%应该是有的。大多数客家人都是北方人啊，大多数北方南下来，因为战乱的关系。我们你先讲，尤其东马很多是从北方汉族过来的北方这边过来会比较多，但是你答错了因为 DNA 研究显示大概只有80%的客家人父系是来自于北方汉族，而没有到90%。这是第一题啊。第二题再来问你，客家人在马来西亚普遍居住在福建市的土楼当中，用于防御和社区生活，是对还是错？这很简单啊，对你来说。这个呢，如果是讲防御的话，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博物馆学到的话，大多数防御作用大多数是围笼物会比较多啦。土屋的话，我没有听过会长有提过啦你答对啦，对啊，这个是错的，因为客家这种土楼主要是在中国的福建还比较多一点，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就很少会建土楼啦，多数都是用围屋普通的这样的一些住宅好，我再问你第三题客家名称的由来是不是因为明清的户籍制度，当时的移民被登记为客籍这个是对吗？哎呦，这个你真的问到我了。
这个话我就不能，这个话我真的不清楚了，这个应该要请教你这个专家了。不好意思，我也是搜啊，为了应付你啊，他说是对的啊，因为啊，在明清的时候啊，官方的户籍将本地人称为叫祖籍，那么其他地方过来的就是客籍，就客家就是这样来的。哎，好，还有2题哦，你现在是答错2题啊。全球客家人啊有5000万，主要集中在中国北方还有海外，对吗？有5000，原来客家人有这么多啊！其实我没有什么这个我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啊。不过你讲包括海外的话，应该是有5000万了，有5000万啊。但是你还是答错了，因为这个重点不在于5000万呢。客家人全球真的是有5000万，不过呢，目前主要是在中国的南方、广东、福建、江西，还有海外啊，马来西亚、台湾啊，都蛮多的。哎，好，我再来考你一道吃的啊，你现在只答对了1题啊。黄酒鸡是不是客家用于滋补和节庆的一道菜啊？这个黄酒鸡啊，黄酒面线我听过了，黄酒鸡的话，那天会长也是有跟我说过这个事情，然后呢，他有说过，可是呢，滋补我就不确定啦。不过我们知道酒的话，它是有这个暖身体的功能，所以呢，应该是对的。又答对了啊！你答对2题哦，这个还是厉害啦。这我特地让AI 去搜一道说相对很少人知道的客家的菜啊，像那些酿豆腐啊、梅菜扣肉啊、擂茶啊、这个涮盘子啊，我们就不讲了啊。所以，你答对了。好，那嘉亮啊，我想你可以也来考考我，让我学几句哈，听几句客家话，看我是不是猜得出来哈。我是感觉客家话好难好难啊。客家话其实不会难，只不过是讲说我们平常用的词语。OK， 我考考你，我们老板怎么称呼？我们因为上看到人嘛，大老板，我们怎么称呼？你可以先，你不一定要发音那个客家话的，你可以讲华语的。老板那不是华语不就是老板吗？还有什么？不是，boss， 这个你想不到的，它跟这个有关系，上头没有，正确话是头家。头家那怎么发音呢？是没有听过的，头家我们叫条家，条家，那么呢，在别的地方我们讲说沙巴的话呢，因为我之前做生意，我有幸认识一个沙巴老板，我们就叫他西讨。西讨是指四头的意思，就是这个人是四头啊，他是阿条，他是老大啊，我们叫他是老板的意思。这是沙巴啊，你看沙巴他们也是有不同，也是有自己的客家话的啊，所以所以我可以所以我就分享一些我知道的啊，我不知道我就不说啊，我不清楚就不说。好的，再来一个，这个很有趣。OK，我们讲说简单的 ，OK， 我们要挤嘛，厕所怎么说？厕所。OK， 厕所呢有2个，一个是比较不文明的，我们叫屎坑，就是那个屎坑啊，就比较不文明啊，我比较不文明的就屎坑啊，屎坑。那么呢，我们有另外一个比较那么粗俗的说法，我们叫茶工。茶工就是不是出工的那个工？工作的那个工啊，可是它是那个坑的意思，它是那个坑的意思。还是一个坑的意思。那茶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茶的话，我就不太确定。这个茶我不太确定，因为我很多都是耳濡目染，我听了，然后我就跟着学，我就跟着讲。所以呢，很多时候不是，这也是讲说我们客家话很缺乏这种系统性的教学，很多都是父辈教，然后呢父辈有时候你自己想啊，你跟着听就好了啦。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你问我啊，我大概只能跟你说，然后呢不能够跟你清楚的100% 的解释，这是一个现象，我们讲说一个现象，很常见的现象，一个玄学的这个现象。那讲到客家话，我还想跟你了解大马我才知道啊，差不多23%是华人里面的是客家人，差不多华人是20%几，那么客家人又占了20%几，就差不多100个里面有4个人就是客家人，而5个华人里面就有1个是客家人。我原先不懂客家人居然有这么多，但讲到语言，我想了解，像你们讲客家话，一般上其他华人都听得懂吗？
还是你会觉得大部分人听不懂，或者说啊一半一半？我猜了，它的流行程度不会有广东话这么高，福建话这么高，但大概是个什么情况呢？这种情况的话，它会比较复杂，因为呢，一般上，OK，一般上你看我先科普一下，我们客家人大多数的时候是住在山上的，住在山里面啊，所以呢，你看一般上山上啊，他们是比较落后的地方，比较落后的地方来了，所以呢，我们客家人从山里面走到发达的地方，也是城市啊，海岸城市，我们都会很收敛的，不会说客家话的。为什么？因为人家看，因为人家看扁你，真的，人家看扁你。所以呢，有时候那些我们讲，如果去吉隆坡啊，吉隆坡很多都是老板说广东话啊，反而你会说广东话是个怎讲高人一等的一个情况发生。这种啊，所以都很少会讲客家话，除非是真的很怎讲，别人问你，诶，你是什么人？你是客家人吗？然后也看对方是不是客家人，我们才开始说客家话的。要不然平常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闭上嘴巴的。原来是这样的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有时候我们讲说，有时候不是客家人不要说客家话，是有时候别人看你讲客家话就觉得，咦，你是山里面出来的，有这个现象发生的。我遇过这种现象发生。我之前去到，因为我们知道沿海城市大多数都是福建人住的，因此呢，我本人去到巴生地带的时候，不是融不进去了，因为我说客家话。我融不进去啊，融不进去，所以我被迫学了一些福建话，或者说我们说标准华语，因为我是老师嘛，所以我肯定要说标准华语的啊，我们所谓的标准汉语啦。标准汉语原来语言也有这样的一个使用度从大到小的一个链条啊，所以你是处于客家话，你向上的可能都会要去学了福建话、广东话。对OK， 这很有趣。那我想再来了解一下，像嘉亮，你是客家人，你自己的祖先啊，从父辈到祖先，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有一些什么和其他族裔不一样的故事吗？OK， 这个话不是我爸爸告诉我的，我爸爸告诉我的。一开始呢，是我的公太，也就是我公公的爸爸，他带我的公公来到古晋这里。一开始我不确定是古晋还是那个婚店，就是本地那个地方。一开始好像是做锡矿的工作，我没记错话啦，应该是做矿工。然后呢，后来呢，我的公太带着我公公又回去中国。然后我公公呢，他自己又回来了古晋，也就是现在他新窑湾那个地方，新窑湾。然后呢才在那边定居，做着那个各胶的工作，各橡胶树的工作各橡胶树的工作。然后呢，也在那边落地生根，也才导致了我的爸爸的出生。我爸爸是家里面最小的。然后呢，我爸爸呢再去到斯堪尼亚，就是我们现在如今比较常见的瓜亚，也是尼亚洞，它的一个山脚下一个小镇，斯山小镇，我就在那里出生的。我们这个家族故事呢，其实并不深，我自己的话是并不深厚，我是觉得我并不深厚，因为我是第三代华人一般上讲，如果他想要了解更深厚的华人故事呢，我一般上会建议去到客家人的话，客家人家族故事会比较薄，会比较浅薄一点，因为大多数都是3到4代人。这是我的家族故事因为简单来讲，就是为了工作而来到这里，并且呢落地生根。这样子。祖先是从什么地方呢？是在原先中国的南方，还是哪些地方？因为我知道在江西、福建、广东很多地方都有客家人嘛。我的话啦，我那天我爸爸有带着我去看族谱，我们有翻，然后我们一开始呢是看了地图。也就是我们看地图，我们发现到是跟我们公公写的那一个墓碑，他讲，因为我墓碑是写来自广东哪里嘛，我们是来自广东新田坡，可是我们看了地图，我爸爸讲说，好像不对哦，他是来自别的地方来自别的地方真的。然后我不懂我爸爸哪里搞了一本书，他是说到
什么河婆煮鸡的一本书本来的，介绍啦，就讲说 OK，我们黄姓呢就来自新堂铺。新堂铺，新堂铺，我自己也是有去抖音跟谷歌搜索过啦，有发现到它也是个小镇来的，然后呢也是很接近说自己的堂号江夏那块地方，反而新田坡呢是在广西那块地方，我们是广东嘛，讲广东比较接近啊。我们看回去，如果我那时候跟我爸爸看到讲，这个新堂铺比较接近，而且呢可能再加上说当时我公公过世是07年嘛，当时大家的知识普遍率跟那个耳朵其实是可能听到不清楚，因为我公公是不会说华文的，其实华文很差的，只会说客家话，所以有些人现在他们在做记录的时候啊，可能写嘛，因为课不背嘛，可能就听得不清楚，写成新田坡啊，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这也是今年我爸爸发现到一个有趣的事情啊，他跟我讲他就跟我讲怎么办？哎，这样子对了吗？因为我刚好在那个客家会馆、客家协会做工嘛，他讲查一下哦，连续2代人还在考古我们是真的有在考古啊，因为我公公过世早，我在我7岁的时候就过世了，而且呢，我爸爸是在他很年轻，在我爸爸很年轻的时候，不是就已经是离开古晋，到处打拼了到处打拼，然后呢之后呢是在梅里那块地方，我们刚才讲斯山尼亚那个小镇定居下来，然后也不是很常回去啦，所以呢有时候听我爸爸，所以呢有时候这样子故事或者经历传承就漏掉了啊！我们讲说不完整不完整，只能靠着那种细细碎碎的记忆，然后呢去拼凑出来。你们从梅县惠阳大埔这些不同的地方来的客家人，大家互相之间文化语言都比较相通吗？还是不太一样？客家话它的支系很多，我们讲说 OK， 我们讲说潮州客。因为什么？因为客家人融入进去潮州人嘛，变成潮州客。那么呢，我们看回去，如果最早来到的一批客家人他们融入福建人，他们就是福建客。虽然你讲说大家会融入在一起嘛，其实在马来西亚啦是不怎么在乎这种东西的，因为马来西亚大家都是来到马来西亚，大家都是老公来的。大家都聚在一起了所以就没有取决于说你是广东人，我不要跟你好，因为我是客家人我们没有这样说的，因为大家都打工人大家睡同一个屋檐下，这也是同时呢，这个也是影射到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社会情况，因为大家都住一起，我们都住在一个社区之下，所以呢，我们能够相处到很融洽。我们影射回到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子一个情况，我们影射回到古代啦我就是19世纪，他们呢，所以呢他们呢并没有因为我讲客家话，我是大埔客，你是河婆客，我不要跟你好没有这样，很少有这么个说法很少有这么个说法，因为像我刚刚讲了，大家要住一起了。我们都是讲到平等我们平等的没有讲说我讲这个话我是比较厉害的，不过有个情况比较例外有一个情况我会比较注意一下，就是说如果一个区域里面他们会有比较多占大多数的客系我想比较讲说大埔客占比较多，那么呢肯定就是大埔客他们的这个势力会比较强一点点，他们的势力比较强一点，因此呢他们也会因此呢其他的比较小的客家人我们讲说语系比较小客家人，他们会跟着同化同化他们跟着同化的。你看客家人我们讲说客家人是很容易被同化的这个一个语言很容易被同化的语言，所以呢才诞生出福建客、潮州客等等其他的客系的语言，就这样子。可是他被同化的过程中，又要保持着本身的客家特色，从饮食语言不然我想又要不了几代，很快就会忘记自己客家人的身份吧？那这个他是怎样做到的呢？这个呢，我们
这个呢，我们要理解的概念叫做身份认同。嗯我们理解个概念叫身份认同。OK， 你看，现在我是华人，那么我下一代，我现在生个孩子，我告诉他，哎，你是英国人哦，我只洗脑他，你是英国人，是英国人，是英国人，那么他就打心里认为，哦，我是英国人，我不是华人。所以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你看，我们讲说我们要做好一个责任，讲说我们要我们做好一个责任，就是给做好榜样。可是如果我们自己不认同自己，我们自己不认同自己好，而且去影响下一代的话，那么就会像你讲的，那么就会像你说的，我们的客家语言就会消失，就会消失。这一点讲得非常好哎。那我们从语言啊，就自然会讲到文化。比如说华人有华人的节庆啊，这个祭祀啊，除了语言还有饮食啊，各种各样的传统。在客家人的文化中，我知道你们吃的，反正我爱吃的都是客家的哈，盐焗鸡啊、梅菜扣肉啊、炸肉啊，都是客家的哈。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你觉得哎，讲到我们客家人哈，哎。和其他广东人和福建人都不太一样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文化习俗呢？是有哪一些啊？我不知道，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OK， 我分享个更特殊的好不好？我分享个更特殊，这是只有沙拉越客家人才会有的。我目前在西马待了快4年了，我是没有看到有人在吃这种东西的，也没有提到过。真的，在沙拉越还有啊。也是我妈很常做的，它叫做嘎枪马。是什么？是吃的东西？它是那种益母草，就是益生菌的益，然后母亲的母，益母草。然后呢，它是那种药草，加上一些料酒跟鸡一起炒。你可以这个观众朋友们，还有这个观众朋友可以去查的。我们这个是上网会有的益母草，益母草，这是目前我在西马我是没有看过的，只有在东马我是吃过的啊，这是个很特别的。其他的 OK， 我们讲说其他的客家人好像我是没有看过啦，所以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啊。如果你要说对比广东人，广东人跟福建人他们其他的这种几贯的饮食文化啦。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情况，就是通过饮食上，我们可以观察出，不同籍贯人做事情是有不同的一个态度的啊。如果你印象啦，我们那个博物馆是有摆放2个帽子的，一个是比较精致的，一个是比较讲简单制作的帽子。我之前导览的时候呢，我也是很常跟我们的访客游客介绍说，这2个帽子呢，代表了客家人跟其他人讲广东人的一个态度。OK， 为什么 ？OK， 我们讲说吃，我们就从最简单吃的东西开始讲起。如果你看回去，如果我们讲说细心看啦，其实客家人的菜是很简单做的，而且呢是很随便的，很随便，可是很好吃啊。是，它是很好吃一回事。可是你看哦。我们讲说，可是你看哦，我们讲说茶柜啊，粗叶板啊，就是糯米这样子压出来的东西罢了，然后放在一个叶子上面完成。我们再看回去说广东的小吃，确实，比如说烧麦，小又精致，而且呢，他们还有要求一定要蒸3分钟。我打比如，我怕有人打我，我怕广东人打我。他们你看，比如说。这个烧麦一定要蒸3分钟，4分钟可以吗？不可以！哇，有要求哦，然后呢，你看，我们继续说一句烧麦啊，一定要皮薄啊，一定要皮很薄的才好吃，皮厚一点不好吃。我真的怕广东人打我你，你看，所以你看哦，我们看广东人做事情啊，是真的很细心的啊。我们讲到广东人做事情很细心的，反而是客家人做事情呢，就尽量保持着一种，哎呀。日子过好就好了，能吃饱就行了，一个态度。嘎，就是你们哦。而且你看 ，OK， 我们再提一个我再提一个，因为刚刚我们讲说广东人有点不公平了，我们就波及一下其他的籍贯。OK， 我们看福建，福建人拜啊，很讲究的。OK， 我可以说福建人啊，他们拜是最讲究的。
是最讲究的。OK，从两个方面啦，从两个方面，我待会一个个说。OK，首先是拜拜，我们讲说祭祀，初八，我们华人新年初八，初八初七，你可以去到槟城，那一天晚上，你会发现到像世界大战那样，因为为什么？大家的附近人全部会放鞭炮，拜天公，拜天公，放鞭炮放到很旺了。你如果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啊？就是新加坡的，他们拍那个罗佛，拍罗佛的天空全部是烟花的。OK， 没有暗过的啊，那一天晚上全部是烟花的啊，是这样子的。OK， 我们是这样子的。OK， 我们再提OK， 我们马上来提第二个方面啊，如果客家人去看算命啊，我们讲问事情啊，算命啊。那些算命很常会说，客家人的祖先看不到你，就是看不到你的后代。因为为什么？不常拜拜，不常烧香是客家人很常会有客家人会很常遇到这种我们讲说这种东西啦，因为我们拜拜很不平常，不是很常啊，不是很常拜的。我们的话，我印象中啊，我跟我爸爸印象中啊，我们也就只有清明节才回家去祭拜祖先罢了。OK，那么有反过来啊，你一看，吃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啊，他就是广东人啊，拜拜很多是福建人，有什么别人一看就知道说，你看他们是客家人，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吗？有啊，就是做事情比较开放，比较粗鲁一点。我们讲说粗鲁啦，讲啊，然后讲说叫粗鲁一点。我的话啦，我自己的话啦，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大学生活啦。我一去到我大学啊的校园生活里面，其实很多人是不怎么喜欢我的，因为我的处事方式不一样，因为我是比较大大咧咧的方式。这是一个很好体现客家人的一个行为，因为你看啊，如果那个人他行为很大大咧咧那讲话很开放很敢讲啊，那么他可能就是客家人。他大概率我们讲没讲100%啊，可能是个70%、80%是个客家人来的，也导致这个呢也导致我在大学并不是很多朋友的，因为做事情的行为。做事情是一个说话的习惯。那 Uncle Roger 和黄明志是客家人吗？我不知道可能哦但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这只是一个特征啊，这是一个特征。不过我们也知道客家出了很多的名人，像叶雅来是吧，林连玉，他们都是客家人。讲到这个文化，就不得不还要再进一步了解。我在展馆中啊，看到印象很深的是，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应景文化”啊，这个是非常应该讲怎么讲，就是这个你们怎么来形容应景文化？我们叫昂讲啊，昂讲。这个昂这个字和上海话很像，上海话硬也叫昂。昂讲啊，他就是 OK， 我们讲说不要低头。黄光会掉，所以我们人要直起来。这是客家人讲的哦，这句话。讲精神 ，OK， 我以前小时候不是我爸爸也是很常骂我的，我爸爸很常骂我的。你们按昂讲哦，他就是想说你不要那么固执。原来这明明也是客家人。所以看我们讲，所以看我们很有趣啊。我们有时候这种东西啊，我们是因为我们其实现在人啊生活太快哦，所以我们讲说缺乏观察。缺乏观察。如果缺乏细致的观察，其实会错过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所以你看我也是啊，也是啊。我讲说我每次不听我爸爸话啦，可是想想他讲的又对。我们自己然后理解，但这个就很矛盾，因为他如果是客家人，那他一定是客家人了，那他应该也是很应景，他对其他人应该也是如此的应景嘛，这么倔强，对吧？如果一般上来讲啊，我们一般上讲应景呢，我们可以不只是看成说很固执，我们可以讲说他的对于生活上的态度，当头挺胸。
要做好，要做个正能量啊。我们讲说应景，是，这个讲的特别好。对，他其实不只是因为我们讲说华文不是要针对那个境界语境来去做的，来去做出判断的。所以呢，我们的话呢，一般上讲，我们讲说应景精神啊，其实就是讲说人要保持正能量一个态度，头要抬起来。你看一下，你看一下我这样子跟你讲话，你觉得我有礼貌吗？这样子，我们看，我们不要讲嘛，我们看我们去到别的地方，我们人这样子走路啊，好像这样头低低走路，好像僵尸吧，好像那种行尸走肉，所以我们人要抬起来，颈要够硬，不要人家一推你啊，你就一点点挫折你就放弃治疗，我讲说放弃啦，很容易放弃。这种开朗啊、应景啊，我觉得也很像像中国来说啊，就是北方人更像一点，南方人就不是就更远离这样的一个气质。我也觉得，因为你看，因为你自己讲北方人是这样子嘛，客家人就是北方过来的，是北方人怎么那么多嘛？是有道理。他的第一层可能就是脾气很倔强，再来一层是吃苦耐劳，像客家也做了早期的像锡矿啊、交工啊很多的事情，还有就体现在你看，像在霹雳、怡保也有很多客家人，这个芙蓉，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小商业、对餐饮各种各样的创新融合去从事到商业，也是一种这个应景，也是一种他们精神的体现吧，我觉得。那是的，没有错。其实客家人是个很聪明的民族啊，我们讲说民族，因为他们是在不停的转变的，人在不停的转变。OK， 我们要知道锡矿是过一段时间不是就跌价的，因此呢，他们不得不放弃锡矿这个工作，转而投身到其他的行业。而且呢，他们在别的行业呢还能做到风生水起，这是个很值得佩服的地方，而且呢，他们讲说不会嘛，谁教他们煮菜？比如说我们讲说餐饮业，谁教他们煮菜？没有人，自己学，吃苦耐劳，吃苦耐劳，自己学。还有比如说什么割胶。我们讲因为过后一段时间是塑胶很值钱，我们讲说橡胶很值钱，为什么？有人教他们种树吗？其实没有啊，自己学。所以我讲说客家人有客家人的智慧客家人的智慧。这都是一些很独特的特点啊。再来了解，那么客家人他们有独特的文化，有独特的习俗包括你们的语言。他会碰到一个需要去保护和传承的问题吗？还是完全没问题？大家已经接受度很高啊，这个并不需要这个进行保护和传承。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 如果按照我的看法啦，其实呢，客家话呢，它要保护跟传承已经是很难实行的了。已经是很难了，很难保护。我们 如果说纯正我们讲纯正的客家话，它是很难保存的。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工作原因，大多数人呢，因为工作的需求放弃说方言的转而呢说英文，或者是因为我们全球化的关系，我们大家都说英文，或者是呢说中文，甚至呢就连小孩子都被大人影响到，跟这个看我们说社交媒体影响到。我自己呢教书，我自己是教华文的，很多的学生，大多数学生其实连一篇说明文，甚至自我介绍都做不好。他们连自我介绍都做不好他们第一步我们讲说自我介绍肯定是说名字嘛。他们不是说我叫黄大大，比如说他不叫黄大大，他叫什么Celine 我叫 Celine， 英文名我讲你上华语课你应该写华语名给我吧。所以你看我们讲说学生连名字都写不好，更不要讲说更深入的那种语言文字都学不好。你看方言更不用讲。你连华语都说不好，那么方言你就不用踏入了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整个 literacy 的水平，对吧？或者说这个文学、语文的水平都在下降，所以方言的保护就会变得更难。因为你华人最基本的那个我讲民族的根啊，我们民族的风骨已经没了，语言都不会了，那你要怎么保护？谈何保护？谈何传承？我们不好意思，我有点说，因为我一般上提到这东西，我会比较严肃，所以呢，你看你先讲，不好意思。没有，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会让您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客家人感到可惜吗？我们如果放宏观来看的话啦，放宏观来看的话，其实是让其他的我们讲说文化工作者、教育保护者，还有教育家，我们讲说教育家是很心寒的一个事情。世界上2大主要的国际语言，第一英文，第二汉语。可是我发现到大多数的我自己的学生跟大多数的家长，他们还是比较倾向说英文啊，华文会比较华文化会比较没有那么在意。所以你看英文上，去看他们连华文都说不好，只会说英文，用好了双栖，我们讲说没有办法了，已经想不到了，已经想不到怎么救了。我们现在是一个困境。我如果说起来，我们也可以算是一个困境那怎么做？我们也只能等时间，我们也是只能等一个时间的流逝来看一下，让时间来证明说什么方法是对的。只能这样子。我上次来我看你们有设计的比较卡通的那些图形图案。像那个帽子的或者一些小人物小的那个卡通的这个东西，还有你们做的各种绘画呀、书法呀，比如说方言把它写下来那一些，包括说整个客家文化博物馆本身它的成立，我觉得都是很好去保留客家文化的一个，至少说有一个物理的实实在在的一个载体哪怕像我这样外国人完全不了解客家文化。我还是会看到感觉很感动也有可能上了一定的年龄会很珍惜这些通过时间历史留存下来的东西。小孩子可能会更加激进一些，会更加无所谓一些，他会觉得这个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他就喜欢那些大的阳光的正面的积极的主流的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至少你们在做的工作还是很值得令人尊重那么呢，如果我们回到刚刚我们讲说传承文化 ，OK， 吃穿或者是说一些装饰品美学上我们讲说审美上也是一样道理，让他们产生兴趣。是客家人的美食可是呢，其实如果我们再说回到底，说回去主要的一个看法我个人看法是语言的传承还是很重要的，语言的传承还是。因为如果一个民族他自己的语言都会说其实真的是灭根，已经是灭根了。你不可以 OK， 我们讲说 OK， 我们看回去那一个印尼，我们要知道有华侨跟华裔，他们那边是华人的，可是呢，因为他们那个国家的制度是不允许有我们讲华报华文报纸的存在，甚至呢华文书籍都是不可以有的。他们的华人的那个文化性，最基本的文化性跟那个语言的根是消失了。所以你看这种情况下，好像不能称他们为华人吧？因为你是华人吗？I don't know， 爱打到加搞就和泰国华人也是这样对吧？泰国华人也是有这种影响，所以呢，现在我们讲说，如果我们有很多我们讲说中国的我们讲来自中国台湾的学者甚至香港来到这里，他们会看到说，为什么马来西亚的这个华文跟华人文化保存的非常好，怎么做到的？反而是其他南洋地区，我们讲说什么泰国、印尼、菲律宾是菲律宾华人的，菲律宾是华人的。可是你看这只有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保存到最好。就是语言
所以要留住留住客家话。对，我们讲说先留住华文，我们再留住方言，这是个最基本的。因为其实我们讲说，如果这种最主要的我们讲一个特征，尤其是语言上的是特征来的，缺少的这个特征，其实就很像少一些，就好像少一个很主要的东西。现在少一个很主要的东西，所以讲说文化，对来说语言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讲说你要强调你是客家人啊，其实你是客家，你讲你是客家人，可是好像你连客家话都不会说，我觉得啦，你好像少掉一些东西了，少掉一些东西了。所以他现在还是在这个困境之内嘛？啊。对，我们讲说，我们就用困境这个词啊，讲说困境这个词会比较好，因为怎么说，走哪里好像都是撞墙壁，对啊，没有错，我们想了很多方法，好像没有什么改变，这不就是一个困境？我们想想，哎呀，讲实话啦，我一个25岁的人，肯定是比不过那些50多岁的学者的。我自己肯定是不敢跟那些50多岁的学者、教育家比的，他们都陷入了这种困境之中，更何况我们比较年轻的一辈，哈哈，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都在困境之中，我觉得还是认清这个现状，但我们可以保持一个更加积极的心态，我们。也让观众朋友们来提出他们的一些好的方法啊，我可以群策群力，也跟大家多这个讨论。那么本身把这个嘉亮请来，也是我们更多去了解客家话、客家文化的一个过程，所以也是非常感谢啊，嘉亮有抽这么多的时间给我们，也祝黄老师事业顺利啊，帮助传播更多的华语和客家话，让他走出困境。谢谢嘉亮。好了，谢谢，好了，谢谢。